我是个连刀都握不稳的废柴，却被江湖最强暗杀组织奉为终极第一刺客，只因为我天生运气逆天，只要是我接下的刺杀任务，目标必定会在3天内离奇死亡。我拼命向组织解释，这一切都只是意外，可所有人都不肯相信，他们把我当成组织的秘密武器，所有刺客搞不定的死局任务全都堆到了我的手上，最后我甚至一统暗杀组织，成为新的老大。而这离谱的一切都要从我意外穿越到古代王朝说起。穿越后的我是个爹娘早亡、寄人篱下的杂役小厮，大字不识几个，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连顿饭都吃不饱。走投无路之下，我只能冒险加入暗杀组织玄冥司，成为一名底层新人刺客。就在我梳理原主记忆时，地牢厚重的铁门轰然打开，一个身着黑色劲装、身姿飒爽的女人缓步走了进来。时辰已到，开始最终选拔。她就是玄冥司金牌教官，代号双华。她身后的手下抬来一张长条桌，桌上整齐摆放着一排卷轴。这是青铜刺杀令，每个卷轴都写着刺杀目标的姓名。新人的任务就是接下卷轴，亲手斩杀目标。这些目标全是一流高手，防御强悍，身边护卫密布。这话一出，在场所有新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根本就是送死。新人里最强的刀疤男也只是3流武者，刺杀1流高手和主动赴死没有区别。谁第一个来？双华冰冷的目光扫过全场，地牢内瞬间死寂，无人敢动。刀疤男额头布满冷汗，他凶悍却不傻，深知接任务就是死。我更是吓得双腿发软，浑身颤抖，只想离桌子越远越好。我下意识往后缩，想躲到人群最末尾，生怕被点名摊上必死任务。可身旁那几个早就看我弱小不顺眼的新人，私下早就串通好要推我出去垫背。其中一人暗中狠狠在我后背猛推一把，硬生生把我推搡到长条桌正前方。我猝不及防，身形踉跄，还没稳住身子，右手就无意间按在了一张摊开的卷轴上。全场死一般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锁定了我。刀疤男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了残忍的笑容。真是蠢啊！自己上去找死，竟敢接击杀铁掌山君的任务。铁掌山君本名熊烈，是成名已久的1流高手，一双铁掌开碑裂石，横练功夫刀枪难入。这小子弱得跟鸡一样，拿什么杀？用头发把人勒死吗？刚刚推我出来的那个人更是大声嘲讽，周围刺耳的议论声扎进我的耳朵，我大脑一片空白，彻底懵了。我想开口解释，可对上双华冰冷的眼眸，所有话语都堵在了喉咙里。出乎所有人意料，双华眼中没有嘲讽，反而闪过一抹异彩。他内心认定，在众人畏惧不前时，我敢挺身而出，直面必死任务，毫无犹豫。这份胆识与魄力绝非普通人。好胆识！既然你接了任务，这个归你。他拿出一把小巧的钝刀扔给我。任务实现3天，目标不死，你就得死。我内心崩溃，差点哭出来。就在我以为自己死定了时，我的脑海里响起机械电子音：丁，检测宿主陷入必死绝境，符合激活条件，意外好运系统正式激活。新手任务发布，完成青铜刺杀令，任务目标铁掌山君1流高手，任务时限72小时，任务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任务失败惩罚魂飞魄散。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2名黑衣人架起拖出了地牢。冰冷的晚风袭来，我打了个寒战，终于清醒几分。我紧紧攥着钝刀，看着卷轴上铁掌山君4个字，欲哭无泪。好运系统突如其来，可我根本看不到任何生机。72小时倒计时正式开启，3天内杀不掉熊烈，死的就是我。我只是个握不稳刀的废物杂役，根本杀不死刀枪不入的1流高手。我抱着钝刀绝望前行，人生仿佛已经提前步入倒计时。月白城最仙楼是全城最热闹的场所，3教9流汇聚。我缩在1楼最偏僻的角落，面前的茶水半个时辰都没喝完。不是我不想喝，是我根本不敢端杯。我的双手抖得厉害，茶水晃动不停，大半都洒了出来。我已经在这里蹲守了2天。根据情报来到目标所在的月白城，熊烈是月白城地下全场的幕后霸主，一双铁掌不知拍碎了多少好汉的头颅，每日正午必来此用餐。我所谓的踩点，不过是躲在角落偷偷观察对方，可越观察我就越绝望。熊烈虎背熊腰，胳膊比我的大腿还粗，我亲眼见过有人惹了他，被一掌拍飞撞在柱子上，那人当场毙命，颅骨碎裂。我根本没有任何刺杀的可能，可系统倒计时仅剩不到10个时辰，再不动手我就会被系统抹杀，横竖都是一死。我咬牙想冲上去拼命，只求同归于尽，可内心的恐惧让我的手脚抖得更加剧烈。我深吸一口气，想端茶压惊，双手一抖，整杯茶水全洒在了地上，茶水打湿裤脚。我暗骂自己倒霉，认命的等待小二收拾。就在这时，9楼门口传来嚣张的喧哗声，铁塔般的身影挤进门来，正是熊烈。他今日心情大好，满面红光，带着一众狗腿子索要美酒美人。山君驾到，所有人速速避让！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恐惧席卷全身，根本不敢上前。他身边护卫众多，我还没靠近就会被当场打死。我吓得蜷缩身体，恨不得直接钻进桌子底下。9楼2楼雅间内，双华临窗而坐，目光锁定楼下一切。他奉阁主之命前来观察这个敢接必死任务的神秘新人，可连续观察2天，我除了喝茶发抖，没有任何动作。双华心生失望，怀疑我只是个鲁莽的蠢货。下一秒，他瞳孔骤缩，死死盯住地上的茶水，那片水渍的位置正是熊烈每日必经之路，他必会从此处走过，前往2楼固定座位。双华内心震撼，认定我心机深沉，2日发呆，实则摸清目标所有习惯，不用刀剑，仅凭一杯茶水就布下惊天杀局。双华屏住呼吸，死死盯着楼下，不敢有丝毫分心。楼下的熊烈骂骂咧咧推开酒客，大步走向楼梯，他全然没有注意脚下的水渍，脚下一滑，身体失衡，200多斤的身躯重重向前摔倒，砰一声巨响，他的脑袋狠狠撞在旁边的餐桌上，桌上摆着滚烫的麻辣火锅，锅体翻倒，滚烫的
红油尽数浇在熊烈身上，熊烈发出凄厉的惨叫。一流高手的横练功夫挡不住滚油灼烫，剧痛让他满地翻滚。可致命的意外才刚刚开始，旁边醉酒的客人怀中抱着一坛烈酒，被他撞翻，酒坛碎裂，烈酒洒满熊烈全身。他翻滚之时，又撞翻了墙角的香炉，火星四溅，四散飘落。火星落在酒油交织的身上，轰的一声，熊熊烈火瞬间燃起，将他烧成一个火人。救命啊！救命啊！他惨叫着慌乱逃窜，冲向窗户想跳河灭火。全场宾客吓得呆立原地，酒楼陷入一片混乱。我也彻底看傻，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熊熊燃烧的火人冲出窗户，从2楼径直坠落楼下。楼下恰好有糖葫芦小贩经过，草把子上插满尖锐的木签，熊烈坠落而下，脖颈精准撞上最粗最长的木签，扑哧一声轻响，全场瞬间陷入死寂。他被木签贯穿脖颈，火焰未灭，却早已没了生机，神仙下凡也救不回他的性命。酒楼内外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看着这离奇一幕。暗中观察的双华紧握剑柄，指节发白，浑身发麻。他认定这是天时地利人和，以一杯茶水为引，算尽所有变数，算准滑倒、火锅、烈酒与香炉，算准跳窗逃生，算准小贩路过的时机。这不是普通暗杀，是借天地之力行因果抹杀，无形杀人，不见刀光，不沾血腥，无半分内力波动，这就是杀手的最高境界。他看着瑟瑟发抖的我，误以为这是布局后力量透支的模样。双华内心震撼，认定我是恐怖至极的顶尖强者，而真实的我缩在角落，满心只有恐惧。我只是洒了一杯水，这一切真的和我没有关系。我哆哆嗦嗦返回玄冥司据点，所有人都用看怪物的眼神注视着我。铁掌山君离奇惨死的事迹被传得神乎其神，刀枪不入的一流高手死于茶水、火锅、烈酒、香炉与糖葫芦签。此事荒诞至极，却真实发生，而始作俑者就是我这个弱不禁风、连路都走不稳的杂役废物。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刺耳的怒吼打破寂静，刀疤男满脸嫉妒，拒不接受现实。他一个无内力的废物，怎杀得了一流高手？他一定作弊了，找了帮手，用了毒药。他情绪激动，无法容忍眼中的废柴完成了他不敢触碰的任务。我不服，阁内有规，质疑者可签生死状。决斗，我要跟你决斗！听到决斗2字，我魂飞魄散，拼命摆手拒绝。我只想认输退让，远离这个疯狂的挑衅者。我吓得浑身发抖，一边后退一边胡乱挥舞着手臂，嘴里喊着别过来！刀疤男却狞笑着大步朝我逼近。就在我慌乱后退的时候，脚下被一块凸起的石板绊了一下，整个人猛地向前一个趔趄。那一瞬间，我手里还攥着那把钝刀，就是双华扔给我的，连刃都没有的钝刀。我的身体失去平衡，手臂不受控制的向前一甩，钝刀脱手飞出。那把刀在空中毫无章法的旋转着，刀柄朝前，刀刃朝后，歪歪斜斜的飞向刀疤男。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分明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慌乱中失手甩出的刀，毫无准头和力道。然而就在钝刀飞出的同时，刀疤男恰好踩到了地上一滩不知何时洒落的油渍，脚底猛地一滑，身体向前扑倒，他的脖颈不偏不倚，正好撞上了那把正在旋转的钝刀的刀尖。噗的一声轻响，钝刀竟如切豆腐一般从刀疤男的喉结处贯穿而入，刀尖从后颈透出。刀疤男瞪大双眼，嘴巴张开想说什么，却只涌出一股血沫，整个人像一滩烂泥般瘫倒在地，抽搐了2下便彻底没了声息。全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我呆呆地看着自己空空的右手，又看看倒在地上咽喉插着钝刀的刀疤男，大脑一片空白。我只是摔了一跤，那把破刀连豆腐都切不动，怎么可能刺穿人的喉咙？可眼前血淋淋的事实就摆在那里。院落里所有人像被施了定身术一般僵在原地。如果说杀熊烈还可以解释为巧合，那这一次众目睽睽之下，我在对手扑来的瞬间看似随意的甩出钝刀，却精准的预判了对方滑倒的轨迹，以最不起眼的武器一击毙命。这哪里是废物能做到的？分明是算无一策，杀人于无形的绝顶高手。更令人胆寒的是，那把钝刀在他手中竟能削铁如泥，说明他此前一直在隐藏内力灌注武器的本事。众人倒吸凉气，满心敬畏与恐惧。山羊胡分舵主从内堂走出，全程目睹一切，眼神震撼到极致。假借世手之行，行一击必杀之时，以钝刀破喉，内力凝而不散，这等手段已非杀手所能及，分明是宗师气象。林奕晨天资卓绝，修为深不可测，即日起破格晋升金牌杀手，地位等同分舵长老。全场哗然，新人直升金牌杀手，玄冥司史无前例。我彻底呆滞，大脑一片混乱，满心茫然。双华，从今日起，你随侍林奕晨左右，做他的贴身丫鬟。双华瞬间愣在原地，金牌教官沦为新人丫鬟，看似羞辱，实则天大机缘。他看懂分舵主的用意，这是让他追随杀神，学习顶级杀术。属下领命。双华低头应声，声音带着难以察觉的颤抖与激动。我彻底傻眼，满心崩溃，只想逃离，让冰山女魔头做我的丫鬟。他一个眼神就让我双腿发软，日日相伴，我根本活不下去。我刚想开口拒绝，分舵主就递来一枚卷轴。奕晨，你刚晋升，有一银牌顶级任务，组织无人敢接，便交由你出手。目标当朝吏部尚书，一品大员何千年。我握着卷轴，看着身旁进入丫鬟状态的双华，窒息感席卷全身。这样的日子我根本撑不下去。当晚我入住上等厢房，双华寸步不离，悉心照料一切，铺床叠被，端茶倒水，尽职尽责，宛如真正的丫鬟。我坐立不安，如芒在背，浑身不自在。双华姑娘，
还是我自己来吧。双华沉默不语，默默备好洗澡水，立在一旁等候。我满脸通红，从未被女子这般贴身伺候，更何况对方是杀人不眨眼的女杀手。我慢吞吞脱下外衣，露出瘦弱单薄的肩膀。双华上前准备取衣，目光扫过我的后背，瞬间如遭雷击。她僵在原地，满眼都是极致的震惊。我的身体白皙瘦弱，毫无肌肉，线条是标准的弱不禁风模样。她以金牌杀手的感知探查我的体内，空空如也，经脉闭塞，无半分内力，彻头彻尾的普通人，没有丝毫武学根基。双华大脑一片空白，三观彻底崩塌。无内力的普通人如何斩杀一流高手，灭杀三流武者？这已然违背所有武学常理。一个恐怖的念头骤然浮现，让他浑身震颤。武道极致可超凡入圣，境界高深者无需依赖内力，一举一动暗合天道，举手投足间便可引动天地之力。此等无上境界，名为返璞归真。他终于彻底顿悟，我并非没有内力，而是早已超脱内力的范畴。一杯茶水布下杀局，一把钝刀灭杀强敌，皆是天道之力。所有疑惑在此刻尽数解开。双华望着我的背影，眼底盛满狂热与崇拜。第二天清晨，我被噩梦惊醒，浑身冷汗淋漓。刚睁开眼，一张冰冷绝美的俏脸便凑到眼前，距离尚且不足3寸。我吓得怪叫一声，整个人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你想干嘛？我伸手指着双华，声音止不住发颤。双华默默收回目光，手中端着一只铜盆，盆里盛着冒着热气的清水。公子，该洗漱了。他的声音依旧平淡无起伏。我这才反应过来，他如今是我的贴身丫鬟。我连滚带爬下床，抢过毛巾胡乱在脸上擦拭一番，草草算作洗漱完毕。双华静静看着我慌乱无措的模样，心底却在飞速脑补：公子果然心性深不可测，昨日接连斩杀2人，今早却无半分疲惫之色，周身更是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杀气。这般对自身气息的完美掌控，简直闻所未闻。方才那声惊叫，看似受惊，实则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炼气法门，借瞬间惊吓刺激肉身，激发潜能。这般修炼方式高深莫测，令人望尘莫及。我若是知晓他此刻心中所想，怕是当场就要崩溃跪地。说到底，我不过是单纯被他突然凑近的举动吓到而已。双华一边上前为我整理床铺，一边看似随意开口询问：公子，关于此次任务，您心中可有计划？他一心想从我的只言片语中参悟一丝顶尖杀伐之道的精髓。我心底疯狂吐槽，嘴上却万万不敢表露半分。我此刻已然彻底看明白，在这群杀手眼中，越是刻意解释，对方脑补便越是离谱。最好的办法便是故作深沉，少言少语。于是我学着影视剧中世外高人的模样，缓步走到窗边，背手抬头，以45度角望向天际，而后轻轻吐出一声悠长的叹息。这声叹息是我发自内心的绝望与无奈，可落入双华耳中，却宛若9天神明低语，蕴藏无尽玄妙深意。双华心头巨震，玄冥司内部一直流传着一则古老传说：顶尖杀手一旦对目标生出必杀之心，洞悉对方死期之时，便会发出这般叹息，那是逝者生命落幕的前奏，是宣判死亡降临的序曲。公子不过接手任务1夜，便已然窥见何千年的死期。双华的声音隐隐带着几分颤抖。那何千年乃是当朝一品大员，官邸守卫固若金汤，传闻府中还常年供奉着2位2流巅峰的武道高手坐镇，寻常刺客连尚书府的院墙都难以靠近。他这番话实则是提醒我此次目标极难对付。听完这番话，我心底瞬间凉透。好家伙，不仅守卫森严，还有2位2流巅峰武者镇守，这刺杀任务根本无从下手。我满心愁闷，下意识抬手揉了揉眉心，这是我上辈子写小说没有灵感时养成的习惯。可这个小动作落在双华眼中，再度被赋予深意。在他看来，区区何千年早已是命数已定的死人，根本不值公子费心。双华深吸一口气，对着我的背影恭恭敬敬深深一拜：公子无需费心，潜入探查这般杂活，交由双华便可。您只需静坐此处，静待天时，运筹帷幄。话音落下，不等我开口回应，他身形一闪就消失在厢房之中。我满心欲哭无泪，只觉得自己与这群人的脑回路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坐立不安，苦苦等候许久。双华始终没有归来，腹中饥饿难耐，肚子咕咕作响。我只好硬着头皮推开房门，打算出去找点吃的。可刚走出院门，便看见院子里站满了人，都是玄冥司分舵的杀手，众人皆用无比敬畏的目光注视着我。见我现身，所有人齐齐低头躬身，齐声恭敬呼喊：参见一臣大人。我吓得浑身一哆嗦，双腿发软，险些摔倒在地。大家好。我尴尬的抬手示意，一名杀手立刻快步上前，满脸讨好：一臣大人可是要用膳，属下早已备好了，大人有任何吩咐尽管开口，我等万死不辞。是啊，能够为一臣大人效力，是我等毕生的荣幸。一群昨日还对我冷眼不屑的人，今日个个极尽讨好，这般场面让我浑身不自在。我匆匆胡乱吃了几口东西，便逃也似的躲回了房间。我彻底醒悟，自己在这玄冥司之中深不可测，手段通神的杀神人设已然彻底定型。如今无论如何解释都无人相信，只能硬着头皮一路演下去。系统在不在？我在心底默默呼唤：宿主，我在。我这个任务是不是必须在目标10里范围之内才能生效？没错，宿主，您需要在任务时限内进入以目标为中心半径10里的因果律生效范围。那我现在不去执行任务，是不是直接算作任务失败？是的，任务一旦失败，宿主将会被立刻抹杀。我心中仅存的一丝侥幸瞬间被彻底浇灭。这一趟尚书府之行，我非去不可，别无选择。我一屁股瘫坐在木椅上，满脸生无可恋。这哪里是什么意外好运系统，分明是索命催命系统。就在我满心唉声叹气之时，窗外忽然传来轻响：双华回来了。公子，探查清楚了，何千年的府邸的确如同铁桶一般，防守滴水不漏。我悄悄潜入外院，斩杀3名暗哨，才勉强打探到些许情报。何千年为人极度谨慎，日常吃穿用度皆要经过10几道严苛查验。府中常年供奉3位名医，身体稍有不适便会即刻会诊。此人从不参与任何官场宴请，平日里
极少外出。双华说完，缓缓抬头看向我，静静等候我的指示。在他心中，这些情报皆是公子布局杀伐所需的关键铺垫。听完所有信息，我内心愈发绝望。好一个深宅死宅，重度被害妄想症患者，极少外出，步步设防，想要制造意外致死，根本无从下手。我知道了，我憋了许久，最终只艰难吐出4个字。双华眼眸瞬间亮起，满是期待。公子，我们何时动身？我低头看向系统面板上的任务倒计时，剩余时限已然不足40个时辰，再继续拖延只有死。眼下别无他法，只能硬着头皮迎难而上。明日，双华眼中瞬间燃起浓烈战意，迫不及待想要亲眼见证自家这位无上公子会用何等惊世骇俗的手段抹杀这位宿在坚固龟壳里的朝廷一品大员。第2日天色尚未大亮，我便被双华直接从床上拉起。公子，该出发了。我睡眼惺忪，满脸生无可恋，打心底里万般抗拒。吏部尚书府邸乃是京城核心权力要地之一，防守森严，比起皇宫也相差无几。我这般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贸然前往，万一被当成刺客乱刀砍死，实在太过冤枉。双华啊，我们当真非去不可吗？你看那何千年整日缩在府中闭门不出，我们就算过去也无计可施啊。双华用一种神明审视凡人的目光看着我，公子，您是在考验我吗？他深吸一口气，条理清晰的分析，公子一定早就看透了，刺杀之道分上中下3策，下策强攻硬闯，一味蛮干，乃是莽夫所为；中策下毒暗算，暗中偷袭，已然稍逊一筹。而公子所要行的，乃是世间顶尖的上上之策，以因果杀人，借天道布局。这般无上杀伐之法，无需我们动手，只需寻得天时地利，静静等候，便可引动冥冥之中的致命杀机。我听得满脸茫然，他说的天时地利，不就是系统要求的10里生效范围吗？这般隐秘规则他怎会知晓？难道他也绑定了系统？我转头看向双华，望着他眼底狂热痴迷的模样，瞬间豁然醒悟，这位大姐又开始自行疯狂脑补了。我们无需潜入尚书府，只需在府邸周边静待天时即可。眼下首要之事便是寻一处最合适的地利之所。公子特意命我今日动身，想必早已凭借无上推演之能，算出今日便是天时降临、杀机引动之时。我张了张嘴，千言万语堵在喉咙，最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总不能如实告诉他，我是看着任务倒计时快要结束，怕被系统抹杀，才不得已定下今日出发吧。我轻咳一声，再度背过双手，端起高人架子，故作淡然，你明白便好。双华定不辱公子所托。双华神色肃穆，郑重抱拳应下。就这样，我与双华一同踏上行程。玄冥司分舵特意为我们备好一辆毫不起眼的普通马车，低调隐蔽。我坐在马车之内，心绪纷乱，坐立难安，如同奔赴刑场的囚犯。双华则神色肃穆，端坐对面，闭目凝神。马车晃晃悠悠走了大半日，临近傍晚时分，终于抵达京城。双华掀开车帘，一脚向外扫了一眼，低声道：“公子，我们已经进入何千年府邸方圆10里之内。”他顿了顿，眼底泛起一丝难以抑制的兴奋。我能感觉到此地的天地之气似乎比别处更凝重几分。我内心咆哮：“你感觉个屁！那分明是我紧张到喘不过气，把马车里的气氛搞得凝重了好吗？”但我嘴上只能故作镇定地嗯了一声，背着手望向车窗外，努力维持世外高人的形象。马车停在一家不起眼的客栈门前，双华率先下车，四处巡视一圈，确认安全后才回头扶我下车。进屋后，双华包下了客栈后院整座独院，环境清幽。他低声汇报，此地距离何千年府邸不足5里，视野开阔，便于观察。我木然地跟着他走进房间，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系统啊系统，到底怎么才能让那个缩在龟壳里的老狐狸意外死亡？他连门都不出，总不可能天上掉块砖头正好砸死他吧？双华忙碌着擦桌铺床烧水沏茶，动作利落的真像个丫鬟。窗外天色渐暗，他点起一盏油灯，橘黄色的光芒在房间内摇曳。他站在窗边，目光投向远方何千年府邸的方向，眉头微蹙。公子，我今日探查时发现一件怪事，何千年府中那2位2流巅峰的供奉气息有些不对劲，他们身上的血腥味极重，不像是单纯的护卫，倒像是手上沾过不少人命的杀手。我心里一咯噔，但面上不敢露出分毫，只是微微点头。双华见我这般胸有成竹，眼中崇拜更浓，我怀疑那2人是何千年暗中蓄养的死士，专门替他处理见不得光的勾当。此人表面上是朝廷清官，背地里恐怕他没有说下去。我内心翻江倒海，完了，不仅防守森严，还有2个杀手出身的供奉，这任务难度简直地狱级。但我只能维持面无表情，缓缓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太烫，舌尖被烫得一麻，眼泪差点掉下来，但硬生生忍住了。双华看着我淡定品茶的模样，深吸一口气，恭敬道：“公子，今晚您早些歇息，我在外间守夜，若有风吹草动，我会第一时间唤醒您。”说完，他躬身退出，关上了门。我独自坐在房中，暗自思索，要让一个从不外出、府中护卫森严，还有2位2流巅峰杀手供奉的朝廷一品大员意外死亡，这任务怎么看都是天方夜谭。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一头栽倒在床上。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脑海里突然响起叮的一声，系统提示：宿主已进入任务目标何千年因果率生效范围，检测到目标当前状态异常。开启附加说明：目标何千年，本名李崇文，表面身份为当朝吏部尚书，真实身份为北境敌国潜入中原的暗桩头目，暗中操控朝堂官员买卖，10年间残害忠良无数。目标近期正在秘密转移多年贪墨的赃款，计划3日后潜逃出境，届时他必定外出，宿主请把握时机。我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瞪大眼睛盯着这一长串说明。好家伙，吏部尚书是敌国暗桩，这剧情也太离谱了吧？不对，重点不是这个。系统说3日后他必定外出，也就是说那个缩在龟壳里的老狐狸终于要出门了。我心跳加速，脑子里飞速转动，3日后外出，那不就是任务实现的最后一天吗？如果他在外出途中发生意外，这倒是有可能，可问题是他身边护卫众多，还有2个2流巅峰的杀手供奉随行，寻常意外根本伤不到他一根汗毛。我翻来覆去想了半夜，也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实在撑不住，沉沉睡了过去。第二天清晨，我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双华推门而入，面色凝重：“公子，出事了！”他走到窗边，伸手指向何千年府邸方向。今早天没亮，何千年府中突然灯火通明，大批护卫进进出出，像是在准备什么。我方才暗中靠近探查，发现府中正在装箱搬运，看样子那老狐狸要提前跑路。我的心猛地一沉，提前不是说3日后吗？双华诧异地看着我，似乎在疑惑我怎么会知道3日后这个时间点，但他很快便自行脑补一番，眼中露出恍然之色。公子果然早已算准一切。他原本计划3日后潜逃，但昨夜不知收到了什么消息，突然决定提前动身。我顾不上解释，掀开被子跳下床，冲到窗边向外望去。远处何千年府邸方向，隐约能看到几辆马车停在门口，大批黑衣护卫进进出出，搬运着一只只沉重的木箱。我的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如果让这老狐狸成功跑路，任务失败，我的小命可就彻底交代了。双华，他现在能走吗？双华摇了摇头，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东西太多，护卫调度也需要时间，最快也得1个时辰后才能出发。他转头看向我，眼底闪过一丝兴奋：“公子，我们是否要？”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声音显得平静：“不急，等他出门。”说完这句话，我背过手去，故作高深地望着窗外，实则内心深处慌得一批。等他出门，然后呢？我总不能冲上去拿钝刀捅他吧？只能祈祷让意外来得更猛烈一些。双华见我气定神闲，眼中的崇拜几乎凝成了实质。他恭敬地退到一旁，默默擦拭手中的短刃，一副随时准备拼命的架势。我偷偷瞄了他一眼，心里暗暗叫苦：大姐，你可千万别冲动，冲上去杀人，你是嫌死的不够快吗？大约过了1个时辰，何千年府邸的大门终于缓缓打开，一队全副武装的护卫率先驶出，清空街道，随后是5辆装得满满当当的马车，最后是一辆装饰华贵的双马轿厢，四周簇拥着10几个武功高强的护卫。那2位2流巅峰的杀手供奉一左一右，贴身守护在轿厢两侧，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双华低声道：“公子，他们出发了，看方向是往北城门去的。”我的手心全是汗，心脏砰砰狂跳，我死死盯着那辆轿厢，脑子里飞速运转。这老狐狸缩在马车里，周围护卫密不透风，怎么才能精准地杀死他？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车队行驶到了一座石桥前。那座石桥是出城的必经之路，桥面狭窄，仅供1辆马车通过。走在最前面的护卫骑马先行过桥，确认安全后挥手示意后续车队跟上。第1辆运货的马车缓缓驶上桥面，沉重的木箱压得车轮嘎吱作响。就在这时，一变陡升，桥面中央的一块石板突然塌陷。那是一块年久失修的石板，恰好在第1辆马车经过时承受不住重量，轰然碎裂。马车轮子卡进塌陷的坑洞中，车身猛地倾斜，车上捆绑不牢的木箱哗啦啦滚落下来，其中一口沉重的铁皮箱子重重砸在桥面上，箱带弹开，白花花的银子滚了一地。车队顿时乱成一团，护卫们手忙脚乱地围上去搬箱子、抬马车。何千年的轿厢停在桥头，一时无法通过。何千年掀起车帘，露出半张肥胖的脸庞，面色阴沉，呵斥了几句。隔着太远，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但从他暴躁的手势来看，显然是在骂人。双华皱眉看着这一幕，低声道：“公子，这桥塌得太巧了。”我心想，可不就是巧吗？但表面上只能不动声色地点点头。我的目光死死盯着那座桥，总觉得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果然，就在护卫们手忙脚乱清理现场的时候，桥下突然传来一阵咔咔咔的断裂声，那是木料承受不住压力的声音。石桥下方的木质支撑结构似乎因为年久失修，加上被塌陷的石板震动波及，开始大面积断裂。桥面上的人明显感觉到了震动，惊叫声四起，所有人争先恐后的往桥两头跑。一位杀手供奉反应极快，一把扯住何千年的衣领，像拎小鸡一样将他从轿厢中拽了出来，飞身跃离桥面。2人刚落地，身后便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整座石桥轰然坍塌，连同何千年那辆华贵的轿厢和剩下的马车一起坠入了河中，溅起数丈高的水花。我瞪大了眼睛，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说不出话来。桥塌了，但何千年被人救出来了，他还活着。双华也倒吸一口凉气，紧紧握住刀柄。何千年没死，他身边的供奉反应太快了，我的心沉到了谷底。任务目标还活着，桥已经塌了，车队也毁了，何千年短时间内走不了，但这有什么用？他只要还活着，我的任务就不算完成。就在我绝望之际，更离奇的一幕发生了。何千年被那位供奉救下后，脸色煞白，浑身发抖，显然被吓得不轻。他指着坍塌的桥面，张嘴想骂人，嘴巴刚张开，身体突然猛地抽搐了一下，双手死死捂住胸口，脸上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那位供奉还没反应过来，何千年便双腿一软，直挺挺地倒了下去，面部朝下，重重摔在地上。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位供奉蹲下身去翻看何千年，探了探鼻息，顿时脸色大变，失声喊道：“大人他没气了！”整个车队瞬间炸开了锅。双华猛地转过头看着我，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撼：“公子，他死了！”我的手在发抖，腿也在发抖，整个人被这个离奇的转折砸得大脑一片空白。就这么死了？桥塌了，他被吓死了。此时系统提示：任务目标何千年已死亡，死亡原因极度惊吓引发心脉断裂。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望着远处桥头乱成一团的护卫们，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双华站在我身侧，眼中的崇拜与敬畏几乎要将我淹没。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微颤：“公子，好一个借天地之事，行无形杀伐的惊天手段！桥塌，他未死；心裂，他必亡。这一局，公子根本没有出手，只是等他自己走向死路，算无一策，不沾因果，这才是真正的杀到巅峰。”我张了张嘴，想说我只是个废物，这一切跟我没关系，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看着双华那双狂热到发烫的眼睛，看着远方倒在地上的朝廷一品大员，看着系统面板上任务完成4个大字，嘴角抽搐了2下，最终只能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完了，这人设这辈子都洗不清了。吏部尚书何千年于城北石桥突发惊骇爆
暴毙的消息，如同插上翅膀一般，短短半个时辰便席卷整座京城，朝野上下剧烈震动，满城人心惶惶。市井之间流言四起，众说纷纭。有人说何千年为官作恶多年，贪赃枉法，残害忠良，此番是罪孽滔天，遭了天谴，才让他出城时石桥无故坍塌，堂堂一品大员竟被吓得心脉断裂而亡，分明是老天爷在收他。有人猜测是朝堂中有人发现了他的敌国暗桩身份，暗中动手杀之。更有目击者言之凿凿，声称何千年断气之前双眼圆睁，死死盯着天空，面部扭曲狰狞，仿佛看见了什么极其恐怖之物。种种传言蔓延，唯独没有一人会将这桩离奇的暴毙命案与刺杀二字关联在一起。毕竟从古至今，谁能想到一个人的死因竟是被石桥坍塌给吓死的？当我和双华回到玄冥司在京城的秘密据点时，迎接我们的是比上一次更加夸张的场面。那个山羊湖分舵主亲自带着所有金牌杀手站在门口迎接，看到我从马车上下来，所有人包括那位分舵主在内，齐刷刷单膝跪地，恭迎一臣大人凯旋归来。声音整齐划一，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敬畏和狂热。我被这阵仗吓得腿一软，差点又跪下去，幸好旁边的双华眼疾手快扶住了我。我现在已经麻木了，我还能说什么？我只能僵硬着脸点了点头，然后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进了据点。一臣大人真乃神人也！分舵主跟在我身边，马屁拍得震天响。借石桥崩塌之势，引心脉断裂之果，此等手段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属下佩服得五体投地。阁主已经传下命令，一臣大人此次立下不世之功，特晋升为天字第1号密探，地位等同于总阁元老，赏黄金1万两，京城豪宅1座。另外阁主还说，双华在你身边伺候得不错，以后他就彻底归你了。黄金、豪宅这些我都没听进去，只听到了最后一句话，这个女杀手以后彻底归我了。我偷偷看了一眼身旁的双华，她低着头看不清表情，但那微微泛红的耳朵间还是暴露了她内心的不平静。她心里想的是，能永远追随在公子身边，见证这神迹一般的杀人之道，是她此生最大的荣幸。而我想的是，完了，这个移动冰山甩不掉啊，我以后还怎么跑路？回到房间，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感觉心好累，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架在火上烤的鸭子，想下来都下不来了。公子，您在想什么？双华为我倒上一杯热茶，柔声问道。经过这次任务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已经从单纯的敬畏升华到了一种近乎于信仰的狂热。在他眼里，我已经不是人了，是神。我在想，我看着杯子里漂浮的茶叶，悠悠地说道：“这一切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真的厌倦了每天提心吊胆、被人当成神一样崇拜的日子，只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咸鱼。”就在这时，房门被人敲响了。一臣大人，阁主有请。阁主？哪个阁主？分舵主吗？是总阁主。双华替我回答道：“总阁主云游至此，听闻您的事迹，特意要见您。”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幕后大佬都惊动了。这下完了！在双华的护送下，我忐忑不安地来到一间静室。一个枯瘦老者正盘膝坐在蒲团上，他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我一进门就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这就是玄冥司的总阁主，一个深不可测的老怪物。你就是林依晨？老者睁开眼睛，那双眼睛浑浊而又深邃，仿佛能看透人心。是，晚辈林依晨，见过阁主。我硬着头皮行礼。阁主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静室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我感觉自己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阁主终于开口了。不错，阁主的声音沙哑而低沉，返璞归真，大道至简。好，很好。啥玩意儿？返璞归真？又来？老夫修炼一生，自问已至宗师之境，却始终看不透你。你的身上没有一丝武者的气息，却能行神鬼莫测之事，这份境界老夫自愧不如。我求求你们了，别再脑补了好吗？玄冥司能有你这样的奇才，是玄冥司之幸。阁主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从今天起，你的地位与我平齐，玄冥司所有资源任你调动。我只有一个请求。我心里一紧，阁主请说。帮我杀一个人。阁主的眼中闪过一丝刻骨的仇恨，此人乃是我的徒弟，也是当今武林公认的至尊天刀谢长空。天刀谢长空。当这几个字从玄冥司总阁主的嘴里说出来时，连一旁的双华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那是什么人？那是站在整个江湖武林金字塔顶端的男人。30年前，谢长空以一手斩天拔刀术连败7大门派掌门，一刀断江，一战成名，被誉为百年不遇的刀道奇才。20年前，他于泰山之巅一刀斩落当时的魔教教主，奠定了武林至尊的地位。10年前，他闭关修炼，据传已经突破了大宗师之境，达到了传说中的陆地神仙的门槛。杀他，这跟去找死有什么区别？阁主，这双华下意识想说这不可能，但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猛地看向我，对啊，别人不可能，但对公子来说，又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果然，我听到这个任务后，脸上没有丝毫波澜，只是静静地站着，仿佛在思考。实际上，我的大脑已经宕机了。天刀、武林至尊、陆地神仙，这游戏的难度是不是提升的太快了点？前2关还是新手村的小怪，这一关直接就跳到最终大魔王了，这还怎么玩？系统，这任务能拒接吗？我在心里疯狂呐喊。此为玄冥司总阁主发布的地狱级委托，并非系统任务，宿主可选择拒绝。我还没来得及高兴，系统又说，但拒绝后，宿主在玄冥司内的杀神人设将有崩塌风险，总阁主对您的信任度将大幅降低。我脸一黑，这不还是逼着我接吗？我要是敢说个不字，估计这个老怪物当场就得翻脸把我切片研究了。我知道这个任务很难。总阁主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疲惫。他已经不是人了，他的刀快到极致，传闻甚至能斩断因果。斩断因果，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曾经派了3位天字号的顶尖杀手去刺杀他，他们都在出手的瞬间被一刀封喉。任何对他抱有杀意的人，一旦进入他的刀意领域，就会被无形刀气所斩杀。阁主说完，静静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而我听完阁主的描述，人都麻了。好家伙，方圆百里自动锁敌秒杀，这比我的系统还牛啊！我的系统好歹还要我自己跑到10里范围内，这任务接了就是死啊！哎，我再次使出了我的被动技能，绝望叹息，揉了揉眉心，
感觉头疼欲裂。这个动作在总阁主和双华看来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象。他叹息了，他揉眉心了。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激动。这是公子在推演，他在推演如何破解谢长空的刀意。为了拖延时间，我只能硬着头皮故作深沉地念叨了一句：斩断因果。有趣，这句话更是让总阁主心头狂震。有趣，面对能斩断因果的天刀，他竟然只用了有趣2个字来评价，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魄力！好，总阁主激动地一拍手，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这个任务没有实现，你需要什么？玄冥司倾尽所有都会为你筹备，我只求能在我死之前看到谢长空的人头。说完，总阁主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开了静室。他要去为我调动整个玄冥司的力量。静室里只剩下我和双华。公子，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双华果然迫不及待地开口了，眼中闪着兴奋的光。我心里一阵烦躁，但面上还得维持那副云淡风轻的高人模样。不急，容我先推演一番。说完，我便闭上眼睛，实际上是在疯狂呼叫系统。系统，你给我出来！这任务到底怎么办？谢长空那种级别的高手，方圆百里自动秒杀，我连靠近都做不到。系统冷冰冰的声音响起：宿主请注意，若宿主愿意接受任务，系统可提供辅助功能，在指定时间内将因果律生效范围从目标半径10里扩展至100里，代价是任务期间宿主将无法获得新手保护，任何意外也可能伤及宿主自身。我心里咯噔一下，扩展至100里，那岂不是说我不需要靠近谢长空，只要在他100里范围内，系统就有可能发动因果律？可代价太大了，新手保护没了，万一意外波及自己，小命不保。还有别的办法吗？宿主也可选择拒绝委托，但后果自负。我咬了咬牙，拒绝。总阁主那双浑浊的眼睛里藏着的东西，我可看得清清楚楚。他对我寄予厚望，要是拒绝，不仅人设崩塌，恐怕连这个门都出不去。算了，富贵险中求，接就接吧，我接受，但能不能给点提示？谢长空最近在什么地方？他有什么日常习惯？这次情况特殊，你必须帮我。正在检索目标信息，目标谢长空，当前位于天刀山庄。此人有一个延续30年的习惯，每日清晨于后山悬崖边的观日台练刀，面朝东方，迎接第一缕朝阳，风雨无阻。观日台建于100年前，下方崖壁内部近年已有暗裂，但无人察觉。另，东海之滨每逢月圆后的第3日，海底暗流会异常活跃，明日恰逢其时，石鼓水母亦将于明日清晨随暖流上浮至浅海区域。我听得心头一凛，系统连这些都知道？崖壁暗裂，月圆暗流，水母上浮，这分明是在告诉我，明天清晨就是最佳时机。我睁开眼，看向双华。双华，天刀山庄在什么地方？地势如何？双华微微一怔，随即恭敬答道：天刀山庄位于东海之滨的落星崖上，3面环海，1面连山，庄中最高处名为观日台。他顿了顿，补充道：我曾远远见过一次那座观日台，建在悬崖最外沿，下方是万丈深渊，海浪拍岸，地势极险。落星崖下方的海可有什么异常？比如暗礁、漩涡？双华眼中闪过一丝惊骇。公子，您怎么知道？落星崖下方确实有一处暗流，当地人称之为鬼门窝，任何船只靠近都会被卷入海底，从未有人生还。而且那一片海域盛产一种名为尸骨水母的毒物，触须毒性极强，即便是宗师级高手被折中，也会全身麻痹，10个呼吸内丧失行动能力。我心中一震，鬼门窝、尸骨水母，这些信息和我从系统那里听到的完全吻合。但双华并不知道系统，他只会觉得我闭目片刻便算出这一切，眼中的崇拜几乎要溢出来。公子，您的意思是？双华的声音发紧，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走到窗边，负手望向夜空。明日清晨便是天时。双华浑身一震，单膝跪地，声音因激动而微颤。属下明白了。公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双华愿随公子前往，亲眼见证这旷世杀局。不必，我抬手制止，此去观潮镇即可，无需靠近天刀山庄。你明日只需陪我站在窗前看就是了。有了系统帮忙，我的底气十足。双华抬起头，眼眶竟微微泛红。他大概以为我要独自承担所有因果风险，不愿让他涉险。实际上我是怕他靠太近反而添乱，而且系统说了，只要在100里范围内就行，去观潮镇足矣。第二天天还没亮，马车晃晃悠悠地驶向东方。第3天傍晚，我们抵达了距离天刀山庄最近的一座小镇观潮镇，这里距离落星崖不到50里，刚好在系统扩展后的因果律生效范围内。我找了一家靠海的客栈住下，推开窗户就能看见远处海面上那座孤峰落星崖，夕阳的余晖洒在崖壁上，那座观日台像一只伸向大海的手，孤悬在半空中。天色渐暗，海风呼啸，我站在窗前望着落星崖上隐约可见的灯火。公子，该歇息了。双华轻声提醒，我点了点头，躺到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迷迷糊糊中，我不知什么时候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一声闷雷般的轰鸣突然从远处传来，整座客栈都微微震动了一下。我猛地睁开眼，窗外天色已经蒙蒙亮，海面上泛起一层鱼肚白。公子，公子！双华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带着从未有过的颤抖。出大事了！我翻身下床，推开门，双华站在门口，脸色煞白，手指着落星崖的方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完整的话。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落星崖上那座存在了上百年的观日台，此刻已经不见了踪影。不是不见了，而是整座平台连同半截山崖一起塌陷了，巨大的岩石轰然坠入海中，激起数十丈高的巨浪。而在那片翻涌的海面上，一个黑色的身影正在浪涛中挣扎，那是谢长空。即便隔着50里远，我也能感受到那股狂暴的气息。他在海面上凌空踏浪，一步数丈，试图跃回崖壁。天刀之名果然名不虚传，换作普通宗师，坠落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可他竟然还能在海面上借力。然而观日台坍塌的太彻底，最近的落脚点也在数十丈之外。他踏水3次，身形已经开始下坠。就在这时，海面下突然涌起一个巨大的漩涡，那漩涡出现的毫无征兆，就像海底有一只巨兽张开了嘴。原本还算平静的海面瞬间变得狂暴，海水打着转往下沉，形成一道漏斗状的深渊。谢长空正处在漩涡中心，他奋力挥
挥掌拍向水面，试图借反冲之力挣脱，但漩涡的吸力大得不可思议，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被往下拽。鬼门窝真的出现了！双华失声惊呼，双手死死抓住窗框，指节发白。更恐怖的还在后面，漩涡翻涌的同时，海面上突然泛起一片诡异的蓝色荧光，那是尸骨水母群，成千上万只水母被漩涡从深海卷起，密密麻麻地漂浮在海面上，蓝色的触须像幽灵的头发一样摇曳。谢长空的身体刚一接触那些触须，整个人猛地一僵，挥掌的动作骤然停止。那是尸骨水母的神经毒素，隔着50里远，我似乎都能听见那声绝望的怒吼。谢长空的身体开始抽搐，他的内力再强，也无法抵御这种直接攻击神经系统的毒素。他挣扎着想要再提气，但四肢已经不听使唤，整个人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入了漩涡之中。蓝色荧光随着漩涡旋转了几圈，然后渐渐消散，海面恢复了平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观潮镇沸腾了，楼下传来此起彼伏的惊叫声、呼喊声、议论声。我听见有人大喊：“天刀陨落，谢长空死了！”有人跪在地上朝落星崖的方向磕头，嘴里念叨着天谴。更多的人涌到海边，指着那座崩塌的山崖议论纷纷。怎么可能？谢长空可是陆地神仙，谁能杀他？不是人杀的，是老天爷！你没看见吗？观日台自己塌了，鬼门窝百年不遇的出现了，尸骨水母刚好在那片海域，这是天罚。30年不曾改变的练刀习惯，今天偏偏要了他的命，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有人能操控天象？最后这句话让所有人沉默了。操控天象，那岂不是比陆地神仙还恐怖的存在？我站在窗前，双腿发软，亲眼见证一个站在武林巅峰的强者以这种方式陨落，那种震撼和恐惧还是让我浑身发冷。一座100年不曾松动的山崖，偏偏在今天清晨崩塌；一个30年不曾改变的习惯，偏偏在今天要了他的命。鬼门窝恰好活跃，尸骨水母恰好浮上，就像有一双无形的巨手，将所有变量推向了同一个方向。双华缓缓转过头看着我，他的脸上已经没有血色了，嘴唇在微微发抖，但那双眼睛里燃烧的东西让我后背更凉。那不是恐惧，是狂喜，是那种信徒亲眼见证神明降下神迹之后的近乎癫狂的喜悦。公子谢长空死了，他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带着一种不真实的恍惚感。就在您的眼前，在100里之外，在您甚至没有拔刀的情况下死了。我张了张嘴，想说这不关我的事，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呆呆地看着恢复平静的大海。双华深吸一口气，双膝一弯，直直地跪了下去。不是单膝，是双膝。公子，双华此生能追随于您，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他的声音在颤抖，眼眶泛红。您无需刀剑，无需内力，甚至无需出手，只凭天地之力便斩杀了武林至尊。这不是武学，这是天道。从今日起，双华的命就是您的。我闭上眼，彻底放弃了辩解。窗外海风呼啸，像是在为逝去的天刀送行。楼下的人群还在骚动，各种传言像野火一样蔓延。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总阁主耳朵里，他会是什么反应？会不会再给我派一个更离谱的任务，比如刺杀皇帝？想到这里，我头更疼了。观潮镇的喧嚣持续了整整1天，落星崖崩塌，天刀谢长空陨落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傍晚时分，整个小镇已经被各路江湖人士挤得水泄不通。我躲在客栈房间里，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议论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双华比我镇定得多，他迅速收拾好行装，趁夜色掩护，驾着马车悄然离开了观潮镇。3日后，我们回到玄冥司，马车刚停下，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以往迎接我的都是山羊湖分舵主带着一群金牌杀手，可今天院子里站着一排陌生人，为首的是个面色阴鸷的中年男人，身材魁梧，太阳穴高高鼓起，一看就是内外兼修的高手。他身后站着7、8个黑衣杀手，每个人的眼神都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你就是林依晨？中年男人上下打量着我，嘴角挂着一丝不屑。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双华已经挡在我身前，冷声道：“云长老，公子是总阁主亲封的天字第1号密探，地位与你平级，你这是什么态度？”云长老，双华私下给我解释过，玄冥司有4大长老，这位云长老排第3，名叫云啸天，是总阁主的嫡传弟子，一身修为以至宗师境，向来目中无人。他早就对总阁主器重我这个新人心怀不满，如今我接连完成3个任务，尤其是斩杀谢长空，更是让他嫉恨交加。天字第1号密探，云啸天冷笑一声，一个连内力都没有的废物，也配与我平起平坐？谢长空那是天灾，跟你有什么关系？别以为总阁主糊涂了，你也跟着装神弄鬼。我心里一紧，终于有人敢当面质疑了。不过他说的没错，谢长空的死确实跟我没关系，虽然系统出了力，但严格来说那是意外。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双华却拉住了我的衣袖，对我微微摇头。他的意思是，公子不要跟这种人多费口舌，让他自己撞南墙。可云啸天显然不是来打嘴仗的，他大步上前，一掌拍碎了院子中央的石桌，碎石4溅，吓得周围的杀手纷纷后退。林依晨，别说我没给你机会，今天当着大伙的面，你要是能接我3掌，我云啸天从此给你当牛做马；要是接不住，你就给我滚出玄冥司，天字第1号的位子让给我。我人都傻了，接你3掌，你一个宗师境的高手，我连刀都握不稳，接你1巴掌都得骨折，还3掌，这不是要我命吗？云长老，你欺人太甚！双华拔刀挡在我面前，杀气四溢。云啸天看都不看他一眼，目光死死盯着我。怎么不敢？你杀铁掌山君，杀何千年，杀谢长空的本事呢？拿出来啊！还是说那些都是骗人的把戏？院子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有期待，有怀疑，有幸灾乐祸。我知道今天要是不接这个茬，我这杀神人设就彻底崩塌了。可接吧，又真的会死。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检测到宿主面临直接武力威胁。系统提示：因果律可被动触发，但需满足条件，威胁者对宿主产生真实杀意，且宿主处于无主动攻击状态。当前威胁者云啸天，杀意浓度87%，符合触发条件。触发方式：威胁者将在攻击过程中遭遇不可控意外，
我心里一喜，但紧接着又是一凉。意外？什么意外？万一他劈我一掌的时候，意外是他掌力失控把我打死了呢？系统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又补了一句：因果律将确保宿主不受致命伤害，但轻微擦伤或惊吓无法避免。拼了！我深吸一口气，轻轻拨开双滑，走上前去。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云淡风轻，实际上腿肚子都在转筋。3掌可以，我的声音居然没抖，连我自己都有点佩服。就在这里，云啸天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似乎没想到我真敢接。他冷哼一声，摆开架势，第一掌我只用3成功力，免得说我不讲武德。他话音刚落，右掌已经拍了出去，掌风呼啸，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朝我胸口袭来。我甚至能感觉到那股劲风压得我呼吸困难，下意识想躲，但脚像定在地上一样动不了。就在掌风离我胸口不足1尺的时候，咔嚓一声脆响从云啸天脚下传来，他脚下的青石板突然碎裂，一只脚陷进了石板下的空洞里。那空洞原本是地下的排水暗渠，年久失修，石板早已被侵蚀的只剩薄薄一层。云啸天发力时重心前移，那一脚正好踩碎了石板，他的身体猛地一歪，拍出的掌力偏离了方向，擦着我的耳朵呼啸而过，将我身后的一棵碗口粗的树拦腰拍断。而他本人则因为脚陷坑里，身体失去平衡，一个踉跄向前扑倒，脑袋不偏不倚，撞上了我刚才站的位置旁边的石柱脚。砰的一声闷响，云啸天额头鲜血直流，整个人趴在地上，狼狈至极。院子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愣住了。一个宗师境的高手对一个没有内力的废物出手，结果自己脚滑摔了个狗啃泥，这也太离谱了吧！但很快，那些杀手的眼神就变了，他们看向我的目光不再是怀疑，而是深深的恐惧，因为他们想到了一个问题：云啸天脚下的石板为什么会刚好碎裂？那个暗渠的位置为什么恰好在他发力的瞬间承受不住？而他摔倒后的脑袋又为什么刚好撞上石柱？这一切如果说是巧合，那未免也太巧了。只有一个解释，是林奕晨动的手脚，他甚至没有出手，只是站在那里，就让一个宗师境的高手自己把自己摔得头破血流。这是什么手段？云啸天从地上爬起来，脸上挂满了血，眼中满是羞恼。他伸手抹了一把额头，看到满手鲜血，怒火彻底被点燃。小兔崽子，你使诈！他咆哮着，再次运起内力，这一次他再也没有保留，10成功力灌注双掌，朝我猛扑过来。云啸天双掌齐出，掌风如雷霆，连院子里的空气都被压缩得发出尖锐的笑声。周围的杀手纷纷后退，双滑想冲上来挡在我面前，却被掌风逼得连连后退。我闭上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系统，靠你了！就在云啸天的双掌即将拍到我胸口的一刹那，一根横梁从天而降。那根横梁是院子正上方阁楼的装饰性木梁，不知怎么的，固定的铁固突然断裂，长达3丈，重于100斤的楠木横梁垂直坠落，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云啸天的头顶。噗！一声闷响，云啸天的身体像被定住了一样僵在原地。他的双掌距离我的胸口只有不到3寸，掌风已经吹得我一惊猎猎作响，但他再也无法推进分毫。那根横梁砸碎了他的天灵盖，鲜血顺着他的额头、脸颊淌下来，他的眼神从疯狂变成了茫然，然后直挺挺地向前倒去，砸在我脚边，溅起一片尘土。他死了，死得不能再死了。院子里彻底死寂，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术，瞪大眼睛看着倒在地上的云啸天，又抬头看看那根坠落下来的横梁，最后把目光落在我身上。我看了一眼脚边的尸体，双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好在双滑眼疾手快扶住了我，我能感觉到他的手也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太激动了。云长老死了，有人喃喃自语，你们还没看出来吗？这不是意外，这是林奕晨的手段。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云长老自己脚下石板碎裂撞破头，第2次出手横梁就掉下来砸死他，他甚至没有抬一下手指。不是手段。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院子入口传来，所有人齐齐转头，是天意。总阁主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院门口，他缓步走进院子，在云啸天的尸体前停下，低头看了片刻，然后抬起头看向我：奕晨，你又杀人了。他的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张了张嘴，想说跟我没关系，但看着周围那些人惊恐又崇拜的眼神，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只能僵硬地点了点头，算是默认。总阁主深深地看着我，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释然，有欣慰，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老夫修炼60年，自认修为已至宗师巅峰，可今日才明白，什么宗师，什么大宗师，在真正的天道面前不过是蝼蚁罢了。他转过身，面对院子里的所有人，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传进每个人的耳朵。云啸天肆意妄为，死有余辜。从今日起，玄冥司总阁主之位由林奕晨继任。此言一出，满院哗然。4大长老中剩下的3位面面相觑，显然没想到总阁主会突然让位。那些金牌杀手更是目瞪口呆，一个加入组织不到1个月的新人，连升数级，如今竟然要做总阁主的位子，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阁主，这不合规矩。一个长老站出来，林奕晨虽然有功，但他资历尚浅，如何服众？总阁主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谁能杀谢长空，谁就是阁主。那人顿时哑口无言。是啊，谁能杀谢长空？整个江湖几万武者，没有一个能做到。而林奕晨不仅做到了，还是坐在百里之外的客栈里，喝着茶，看着海，就把天刀给杀了。这样的人，你跟他谈资历，谈规矩？总阁主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奕晨，我知道你心里不愿意，你志不在此，你追求的是更高的天道，但玄冥司需要一个能镇住场面的人。老夫老了，打不动了，只有你能让所有人都闭嘴。他说的所有人，包括那些暗地里不服的长老，那些蠢蠢欲动的对手，甚至包括朝廷和江湖上的其他势力。一个能杀天刀的人，谁敢惹？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总阁主，我一个连刀都握不稳的废物杂役，要当这个江湖最强暗杀组织的老大，开什么玩笑？可总阁主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他转身面向众人，声音陡然提高：从今日起，玄冥司上下见林奕晨如见老夫，若有违令者，以叛逃论处，格杀勿论，属下遵命。双华第一个单膝跪地，声音里满是狂热。紧接着，山羊胡分舵主跪了，那些金牌杀手跪了。犹豫了片刻
刻之后，3位长老也跪了，整个院子黑压压跪了一片，所有人齐声高呼参见阁主。我看着跪满一地的杀手们，看着他们眼中的敬畏和崇拜，再低头看看脚边云啸天那具还没凉透的尸体，忽然觉得这一切像一场荒诞至极的梦。3天前我还在为怎么杀谢长空愁得睡不着觉，今天我就成了玄冥司的总阁主，这跳跃也太大了！起来吧，都起来吧！我赶紧摆手，声音都有点发飘，众人却以为我是在平易近人，一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尤其是那3位长老，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深深的忌惮，他们也怕自己哪天走路摔倒，头顶掉横梁。总阁主不，现在是老阁主了。他拉着我的手走进内堂，平退左右，低声对我说：“奕晨，我把阁主之位传给你，不单单是因为你能杀人，是因为我看得出来你没有野心。”我愣住了，没有野心？有野心的人武功越高，祸害越大。你没有野心，你不争不抢，甚至不想当这个阁主。但正因为如此，你才是最适合的人选。老阁主叹了口气，玄冥司这些年树敌太多，需要一个让所有人都害怕的人来坐镇。你就是那个人。我沉默了，让所有人都害怕，可我害怕的要死啊！老阁主走后，双华走进来，双手捧着一枚黑色的令牌，上面用鎏金刻着一个令字。公子，这是总阁主令牌，可调动玄冥司所有杀手。他恭恭敬敬地把令牌递给我，眼中的崇拜简直要溢出来。我接过令牌，掂了掂，沉甸甸的，不是重量沉，是心里沉。从今天起，我不仅要当杀神，还要当这偌大组织的头。以后那些乱七八糟的任务，那些难缠的对手，都得我来处理。我还有机会跑路吗？公子，您在想什么？双华见我发呆，轻声问道。我苦笑一声，把令牌揣进怀里。我在想，这一切什么时候才是个头？窗外夜色深沉，我站在窗前，看着天上那轮圆月，将黑色令牌在指尖转了个圈，忽然笑了。既然老天爷非要我演这个杀神，那就演到底吧。从今天起，我不躲了，也不装了，反正装不装你们都觉得我深不可测，那我索性就让这玄冥司，让这天下都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意外。我转过身，对双华淡淡的说了一句：“传令下去，从今日起，玄冥司要接更大的活。”双华猛地抬头，眼中光芒万丈，而我心底的那点慌乱，竟在这一刻化作了莫名的畅快。既然跑不掉，那这江湖就让我来搅个天翻地覆。